段时间在平台上面看到有位大神做了一个树脂和木头雕刻成的这个犀牛，所以特别喜欢。然后这次呢，刚好也是在做这些树脂类的这些东西，也是来模仿一下大神的那个作品，也是用这个木头和树脂一起来浇灌完以后来进行一个雕刻。树脂的制作流程还有这些工艺的话，各个平台上面这些视频也比较多。那这次我也是处于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是基本上像这些流程这些我都是尽量按照这个视频上面的来进行一个操作，然后找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型，先用笔把它描绘下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来做。通过这次的制作，还是学到很多比较有益的经验，像这些浇灌这些环氧树脂的时候，就是还是尽量不要一次性把它浇太满，因为之前做了一个就作废掉了，因为就是一次性把它浇灌满，所以说是这次的分作3次来进行一个浇灌。这段时间呢，上传的视频也比较少一些，是因为一直在研究这个新东西，所以说是前期也作废了几个，可能有些地方都不太熟悉，所以说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就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这是尽快把它做出来以后，也是做一个视频的一个上传。做这些东西，其中就是不能太心急，还是得一步一步来，慢工出细活。然后这个犀牛在做的中间的话，做到后期一点，还把一只耳朵搞掉了。搞掉的话，后来这个耳朵是重新补的。然后通过这次制作的话，就是了解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经验，像做这种树脂有一个好处，就是哪里你做的不太好的话，或者不太满意，或者是做坏掉的话，你可以重新把它用树脂又浇灌一遍，再重新来补好，来修补，然后来进行，或者是直接把它重新把浇灌满，重新来做都行。像如果你是纯雕刻木头的话，或者是纯雕刻其他东西的话，可能那个就没有办法，你做废掉那个材料就废掉了。像这个树脂的话，有这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做废了，或者是做的不满意，你可以从头重新把它用胶把它再浇灌起来，再重新做一次，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还有通过这次制作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像这种树脂跟木头结合的东西的话，实际上木头不需要那么多，因为这个做出来以后已经完全看不到多少那个树脂的成分在里面了，大部分都是木头露在外面，所以说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就是木头顶多能用一半，树脂用一半，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例。谢谢大家的观赏。